Redmi K50至尊版、小米12S Ultra， 它们都是小米推出的手机啊，但是它们是各自品牌的旗舰产品。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那今天就来对比一下。之前我看到有人说，买 Redmi 手机的人怎么会在乎影像呢？那今天开头的投票，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花钱买 Redmi 手机，你会在乎它的影像吗？如果你在乎，打1；如果你压根不在乎，打2。小米有2条主要的产品线 ，Redmi 跟小米。Redmi 的旗舰呢，主打的是性能和性价比；小米的旗舰主打的是性能和影像能力。那么这2台手机 ，K50至尊版和小米12S Ultra， 它们俩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影像能力了。那么今天呢，就来看看它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啊，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2台手机所拍的啊，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就来看看 K50至尊版跟小米12S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K50至尊版后摄是3颗镜头，说是3颗镜头，它的微距镜头可有点凑数的意思。那么它的主要镜头呢，就2颗，主摄和超广角。那12S Ultra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吧？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1颗5倍的长焦。K50至尊版在拍摄界面里边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虽然说它有一个2倍可以选择啊，但是这台手机是没有2倍镜头的，它的2倍是通过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那12S Ultra 拍摄界面中的焦段切换按钮就是实打实的了，主摄、超广角、5倍的长焦，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而且它相对于 Redmi 来说，它还多了徕卡的模式以及徕卡的滤镜可以选择。在后面的对比中，我简称 K50至尊版为 Redmi， 小米12S Ultra 为小米。那下面呢，我们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从硬件参数上看啊，硬件规格更高的无疑就是 12S Ultra 了，因为它的感光器更大。只不过 Redmi 这边的原生像素更高，达到了1亿像素，光圈也挺大 ，f1.6。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色温还是挺像的。但是小米那边的阴影可真是够黑的。小米那边我用的都是徕卡经典模式啊，这个模式的颜色我更喜欢一些。那我不知道各位更喜欢哪边的样片呢？中心解析力方面 ，Redmi 这边的锐化稍微重一些啊，拍摄的物体墙上都是马赛克，细节是非常丰富的。小米那边处理的比较温柔一些 ，Redmi 那边处理的比较暴力啊。但要说细节丰富，还是小米这边更好。边角画质方面，也就是看镜头的光学素质怎么样，两边的表现还都不错啊。小米之前已经聊过了，它的光学素质属于很不错的那类，没想到 Redmi 的表现也挺不错。再换一组样片，两边的色温还是很不错啊，很接近。天空高亮部分是右边的小米控制更好，整体样张氛围呢也是小米的色彩更深沉。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锐化方面还是左边的 Redmi 看着更重。那边角画质方面，从画质下降上来说 ，Redmi 这边做的还真不错，可惜就是紫边太重了。看出来售价高低的区别了吗？好，打开两边主摄的高清模式 ，Redmi 这边是1亿像素，小米那边是5000万啊。在解析力方面，虽然说左边的 Redmi 涂抹感很重，但是解析力还确实比右边小米的高啊。那 Redmi 用户可以开心的笑了，
不过先别高兴太早，刚才那张样片呢，环境光比较亮，这组样片环境光是很暗的。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 Redmi 的1像素相对于小米的5000万像素来说就没有优势了。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说呢，Redmi 这边是完全不如小米那边的啊。感光器 Redmi 更小，原生像素也是它更低，等效焦段也是它更窄。从实拍样片上看呢，还是色彩是小米那边更深沉，天空的高亮部分也是小米处理的更好，视角就是小米的更广了。那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Redmi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啊。虽然说红米那边视角更窄，它的物体拍得更大，但是解析力也是不占优的，毕竟才800万像素嘛。边角画质方面，明显是小米的更好啊，它的视角更广，但是边角画质又更好，这就说明了更贵的手机在镜片上花的成本更高。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这回两边的色彩更加接近了啊。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 Redmi 看起来更好一点啊，这是因为它的对比度反差做得更好一些。那边角画质方面，依然还是无法抗衡使用更好镜组的小米，而且小米的超广角还有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那在解析力方面 ，Redmi 的800万是不可能跟右边4800万的小米抗衡的。超广角完了，说一下微距吧。因为 12S Ultra 这台手机的微距模式就是用超广角来拍的， 12S Ultra 是没有单独的微距镜头的，但 K50至尊版是有的，只不过它的微距镜头只有200万像素。但从样片上看，Redmi 的微距效果确实挺好啊。那 12S Ultra 之前也说过了，它的微距能力几乎没有，但是放大看的话，由于 Redmi 确实像素太低了，只有200万，所以它的实际解析力跟 12S Ultra 还是差不多啊，差不多。再看一组微距对比也是如此啊。12S Ultra 确实非常不擅长微距拍摄，但是 Redmi 的像素实在太低了，200万像素，那实际解析力跟不擅长微距的 12S Ultra 比没什么优势。再看中长焦的对比， Redmi 这边是没有中长焦镜头的，小米那边是有一个5倍的长焦镜头，但是在实际对比中啊，我告诉你啊，还有点惊喜。先从2倍焦段开始对比吧，2倍大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两台手机拍摄2倍都得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啊。在实际解析力方面，小米做得更好。他之前说过 12S Ultra 这台手机的2倍数码变焦的效果确实不错。那下面咱们直接看5倍的效果，5倍 Redmi 也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变焦5倍啊。小米那边可是有5倍的光学镜头的，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虽然说还是小米的更好，但是 Redmi 那边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那再看一组5倍的对比啊，注意 Redmi 只能靠主摄5倍数码变焦来拍啊，小米那边可是光学焦段，但是在解析力方面，确实可以发现 Redmi 的数码变焦真的做得非常不错啊，这点在之前的手机里边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那当然了，实际的解析力效果肯定还是光学的小米更好，但是 Redmi 数码变焦的表现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人像模式这两台手机都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的，那么从实际样张效果上看呢，我更倾向 12S Ultra 啊。虽然说 Redmi 那边更能还原当时的环境颜色以及光线的颜色，但是不灵啊，但是不行。人像呢，就是哪个好看哪个真实。下面看直出宽度的表现，先看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你们觉得哪边拍得更好呢？是不是 Redmi 更好啊？因为建筑没有这么蓝哇哇的啊。但如果要看天空的话，是小米的更好，当时天上就是没有云，要是有云的话，一定是小米的表现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暗部建筑的颜色是 Redmi 更好，亮部细节是小米更好。换个场景，主摄的表现，小米的更优秀，亮部是它更好，暗部细节它也没有丢失。超广角的表现，小米的更好，暗部细节它可以按下去，但是也能拍出细节，亮部细节也能保留。第三个场景，主摄的表现，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我甚至觉得是 Redmi 的更好啊。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 Redmi 更好，亮部细节小米更好。最后一个场景，小米对建筑颜色的还原，尤其是阴影部分啊，总是这么的奇怪，蓝哇哇的，亮部细节还是不错的。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也就是建筑的细节还是这么的蓝，这肯定不对啊。但是亮部细节确实还是小米的好。顺便说一嘴， 12S Ultra 宽度测试我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效果，也就是刚才对比的效果。但如果用徕卡生动模式呢，我勒个去，更没法看了。再看夜景的对比，那先说这两台手机在拍摄夜景的时候，都可以在设置里把自动夜景关掉，那这点非常好啊，可以把选择权交给用户。那如果我想拍快点，我就直接拍；
我想拍好点，我就用夜景模式就可以了。现在看到的效果就是 K50 至尊版关闭自动夜景直出的效果。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打开自动夜景或者直接选择夜景模式拍摄的效果。可以看到两种拍摄模式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那么直出呢，是你摁完了就可以走啊，不用等。打开夜景模式呢，是你提前就知道你要端稳来拍夜景模式。可是自动夜景呢，你也不知道这个场景会不会触发，所以非常的闹心。那么只要能直出，我的选择肯定是直出啊，我不去闹心。那么咱们先看亮的地方，城市照明环境的夜景对比，咱们放后边。那么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啊，暗部细节、亮部细节的表现都不是很到位，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但是两边都很接近。那第二个大光比场景，两台主摄的表现还是很接近的。那么在直出的表现上，你还别说啊 ，Redmi 主摄的表现还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这个场景前面大家已经看到了。两边主摄的表现还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啊，那 Redmi 的表现真的很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算接近，仔细看的话，小米的更好一点。再换一个大光比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还是差不多啊，我还是赞叹 Redmi 的表现还真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再换一个没有大光比但是很暗的城市道路场景， Redmi 的直出表现居然还是可以跟 12S Ultra 战平，这点我是没想到的啊。超广角的表现，小米的稍微强一些，但是这个强呢，也就是测试时候有用啊。好，女流氓小象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因为非常的暗。主摄的表现上 ，K50 至尊版在细节呈现上居然和 12S Ultra 没有什么区别，这点我之前可真没想到。超广角的夜景模式表现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很接近啊。这个场景主摄的夜景模式表现是最神奇的 ，Redmi 的细节呈现居然超过了小米。这点你们敢信吗？反正之前我是不会信的。超广角的表现，小米的稍微好点，但是大夜里的可能很少有人用超广角，我们也就是测试一下。祖传神柱场景非常的黑啊，主摄的对比 ，Redmi 是终于败下阵来啊，终于败下阵来了。超广角的表现，小米稍强啊，但强的无所谓，除了评测没别的用。健身器场所更暗啊 ，Redmi 的主摄是真的盯不上劲了。但到了祖传神柱跟健身器场所这么暗的地方，它才盯不上劲，这也是挺神奇的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谁也甭说谁了。祖传神柱 Pro 最暗的场景 ，Redmi 的表现还可以啊，但肯定没有小米好。那么这次 Redmi 的主摄采用的是最新的一亿像素感光器，型号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反正念型号有什么本事啊？看效果不就完了吗？是吧？它的表现还真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不提也罢，两边半斤八两。视频录制我用的都是默认设置，也就是厂家最想让你们用的设置，还要看看防抖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两边都可以说非常优秀啊，防抖清晰度都很上乘。超广角的表现虽然防抖都不错，但是解析力清晰度还是小米的更好。现在是2倍端的录像表现啊，它们俩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整体效果都还不错，防抖清晰度都很上乘。5倍录像的表现 ，Redmi 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小米那边是光学镜头，那么在录像质量上效果差距还是挺大的哈。夜晚录像的表现，主摄上暗部细节是小米的更丰富，但是鬼影两边都有。超广角的表现是小米的更强啊。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 ，Redmi 的录像表现防抖还真不错啊，但是在细节呈现上还是没有小米的高。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很一致。工业设计方面 ，K50 至尊版一看就是一台很正经的手机，而且售价不会很贵。那 12S Ultra 一看就是一台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售价应该不便宜。机身厚度方面 ，K50 至尊版更纤薄 ，12S Ultra 本身就是一个小本砖级别的旗舰手机嘛。主打影像的 12S Ultra 的后摄凸起高度也明显比 K50 至尊版要厚很多。屏幕显示方面 ，K50 至尊版没有到2K， 但是整体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啊。细腻度肯定还是没有 12S Ultra 高。这两台手机在性能方面应该是差不多的，它们的处理器都是骁龙8 Gen 1，它们的主要区别还应该是在影像方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它们在影像上的表现。这次 Redmi K50 至尊版和小米 12S Ultra 的对比呢，结果不意外，但过程有惊喜。没想到 K50 至尊版在影像调教上还是很下心的。首先，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K50 至尊版的1亿像素高清模式是可以战胜 12S Ultra 的5000万高清模式的，挺好。但毕竟之前 Redmi 的1亿高清表现不是很理想。其次，也就是我最吃惊的 ，K50 至尊版的数码变焦做的真不错啊，没有中长焦的它，
就靠着主摄的数码变焦也能达到不错的远摄效果。那这点呢，工程师们肯定是下功夫了。还有夜景的表现 ，K50 至尊版也有亮点，在城市照明环境下，它的表现已经很好了。这点在之前的 Redmi 手机上可是没有这样的表现的。还有录像的表现也是中规中矩啊，防抖很不错。纵观整个测试过程，这次 K50 至尊版的表现足以让我满意了。只不过从价格上说呀，它也不再是千元机了，表现嘛就应该跟着价格一起涨嘛。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的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给您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